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焦虑这个话题。相信看这期视频的你们，此时此刻或者之前的某些时刻，都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候。来，实话说，有没有？有的话，弹幕留言走起来啊！可能由于是疫情的缘故，大家很多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在我身边，我也越来越经常听到焦虑这个词。有时候我和身边的00后朋友聊天，我就发现他们所拥有的焦虑感一点都不比我少，所以我也很惊讶，现在被焦虑感覆盖的人群呈现一种越来越年轻化、广泛化的趋势。崇尚简单生活的我，一直都觉得我们应该及时的应对生活中出现的这种负面的情绪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好好的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无处不在的焦虑感。还有呢，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到焦虑的我们，如何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？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想法。首先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焦虑这个存在。医学上讲，其实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叫做广泛型焦虑症的症状。这个呢是一种不容易察觉的疾病，反映到我们个体身上呢，就是可能因为我们过度担心和紧张某些事情，从而引起一些身体上的不适，比如说胸闷气短、头痛胃胀、食欲下降，可能睡眠变差，严重一点呢，可能易怒易烦躁，注意力下降、记忆力下降，对周围人和事情都不怎么关心，兴趣下降，或者更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失眠。大家回想一下，你是不是曾经出现过上述类似的症状？广泛性焦虑症因为广泛，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曾经出现过上述类似的症状，也不要着急。我相信在你身边，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上述类似的症状和感受，可能只是由于个体的差异，每个人感受到的强度或者说时间的长短不同，而且大家一般呢也不会把这种感受直接的表达出来，所以你也不知道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焦虑的体征表现，那如果这种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笼罩着你，你该怎么办呢？那今天呢，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总结的小的方法。在我看来，万事皆有因果，想要缓解焦虑，我们应该从它的根源上去寻找解决办法，这样呢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第一，在我看来，很多时候诱发这种广泛性焦虑症的诱因，就是我们过度的担心或者在意某些事情。由于我们过度的在意，对某些事情期望度较高，而周遭呢又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，所以直接形成了我们心理的压力。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过度的焦虑。那么现在我们了解了它的诱因，那么缓解这种焦虑的方法自然而然也就有了，那就是我们要学会尝试着保持一颗平常心。那我这里所说的平常心，不是说我们就要对某些事情完全不在意，或者说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个事情降低期待值。我所说的平常心，其实是指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，我们都不会因为它暂时的得失，形成一种情绪上巨大的波动。大家仔细去想一想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某些事情形成情绪上巨大的波动，往往其实是由于我们的眼光只局限于当下。在当下那个环境、时间和空间里，这件事情可能确实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。但是如果我们拥有时光隧道，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，在未来的某一点回望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人生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。在我看来，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积累的过程，它不会因为其中的某一个节点就形成了一个非黑即白的局面，除非一个因素，那就是健康。如果在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节点我们失去了健康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为了健康，我们也应该尝试着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保持情绪上的稳定有助于我们维持健康。所以朋友们，
无论现在你处在什么样的困境，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难题，请有意识地告诉自己，我们需要尝试地保持一颗平常心。请告诉自己，这个问题只是暂时的，在短期内我们想办法尽力去解决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以后总会有其他的转机或者办法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这种来自内心的这种积极的自我暗示和自我激励是会很有帮助的，它会帮助我们形成一种积极的思考思维。保持平常心说来简单，其实它是一种后天需要不断提高培养的能力，它需要我们通过时间有意识的去磨砺和提高的。我自己呢，其实也在不断提高当中。那么第二点，在我看来，很多时候诱发这种广泛性焦虑症的原因来自于一种情绪的惯性。在我看来，很多时候负面情绪它的惯性往往要比积极的情绪惯性大得多。大家仔细去回想一下，是不是很多时候一些快乐幸福的瞬间你早已忘记了，但是一些让你难过的事情，过了很久的时间你都会记得一清二楚。这就是我说的这种负面情绪的惯性。这种惯性为什么会更大呢？就是因为你会经常老是想这个事情，越想你就会无限放大这件事情对你造成的影响，陷入这种焦虑的漩涡。所以应对这种焦虑的办法，在我看来，我们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，去帮助自己更加快速地抽离这个焦虑的漩涡，暂停这种负面情绪的惯性。我个人觉得语言的力量会很有用。当我们遇到这种情绪的困境的时候，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去倾诉和沟通，把自己这种焦虑的情绪释放出来。其实很多时候，等我们情绪平复之后，回过头来，也许我们自己已经想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。所以朋友们，当我们处在这种焦虑的困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自己想象是一座孤岛，觉得周围的人好像都没有办法理解自己，没有人会支持自己。我们要卸下心防，尝试着开放自己的心态，并且学会选择值得信赖的朋友，和他们倾诉去沟通，把自己遇到的困境表达出来。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去寻找外界的这种帮助和建议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更快的走出这种焦虑的漩涡。记得很多时候，越想要得到什么，越得不到。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，这些老话是很有道理的。还有一点，不是我们人类才有焦虑。你看我们家狗子包子，它其实也有焦虑。别看它现在睡正香，其实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中，它就是个表情帝。白天饭盆清空以后，你看它的小表情，你就会发现它又开始琢磨，又开始想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从妈咪的饭桌上淘到一点人间精华。好啦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焦虑这个话题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启发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简单生活好的想法和话题，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互动。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